大家好，我是六花乐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工作职场大检验。我们来看一下你最近工作的状况如何，有没有什么小人或什么障碍来妨碍你？那宇宙又给你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呢？为大家准备5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红色的糖果，第二个选项是黄色的糖果，第三个选项是绿色的糖果，第四个选项是蓝色的糖果，第5个选项是粉红色的糖果。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种颜色的糖果。如果有2种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那我们就开始吧。OK，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项，选到红色糖果的朋友，关于你的事业、你的工作，现在的状态如何？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我们来看看咯。再出一张好了。OK， 我们来解牌。先来看一下你现在工作的现状。正的圣杯9，我可以大概的推测，你现在目前在工作或是事业上面，其实比较而言，我觉得算是顺的。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是在工作上面算是蛮游刃有余的。
也就是我其实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样子的大问题，我就是也不至于说真的薪水很不够，或者是例如说可能也不至于说职场上有什么就是对工作上啦，没有什么样子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子。那但是啊，我这边啊，这个位置呢是，如果这个位置是要看你如果换工作的话好不好，就换工作好不好，或换一个领域会不会好一点，那或者是换一个职位会不会好一点。那很妙的是出现了代表人际关系的 lovers 跟战车牌。好，那因为我会觉得啦，就是你现在如果没有什么对于工作，就是工作内容上面没有什么不满的话，可是如果就转换了工作，你的人际会比较好，或者是因为战车也有代表身心平衡的一个部分哦，所以我会觉得是说，你有可能就是基本上工作上没有什么问题，那可是同事或者是可能上司下属感情并没有到真的很好，或者是可能会有些状况，那或者是沟通上面可能没有那么的顺畅，就工作上面本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会认为是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它这牌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换一个部署，或是换一个工作，或是换例如说可能换一个地方之类的，也许下一个工作啊，你的人际关系的部分，还有你身心灵的平衡，还有就是你做事的一些动力可能会更好，就更上一层楼的一个意思。基本上我觉得你工作上面应该没有什么状况，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工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人际可能会有一点状况，从这边可以稍微看出一点端倪哦。OK， 所以也就是说，所以如果因为你本身应该是还蛮有能力的一个人，那所以如果你今天如果真的要换工作，或是换一个部署，或是例如说调职或什么的，我觉得是会有好消息出现的。因为我们今天 key card 是 a ring， 就是戒指，那代表说是这个燕子会带来好消息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要转换工作，或者是你要换一个跑道或什么，其实会顺利的。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你能力就是很好的，能力是不错的。好，那人际关系可以在下一个工作或下一个领域上面可以得到更大的改善。好，然后而且我觉得你也更能够发挥你的才能，发挥你的能力，因为战车就有很爆冲，就是可以冲很快的一个意思哦。那我们再看看哦。好，我们再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转机？就是你现在的工作，或是你现在一个状态，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没有变，并没有到不好。但是如果老天爷他要把你往上推一层的时候，如果他要把你往上拉的时候，你会出现什么样的征兆？因为我们人如果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待在自己的原本的位置就觉得 OK 的话，其实不会进步的。OK， 那所以我会觉得是出现这两张哦。第一件就是我觉得你会不安。好，那我要先说，因为我们今天是讲有关于工作的工作的内容，所以感情相关的我就先尽量排除啦，除非真的非常的明显这样子。好，那我会觉得你会非常的，我觉得你会有点不安，而且其实我觉得你内心是有点动摇的，就是现在这个工作真的好吗？那你自己的未来，对于你自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愿景，你慢慢会觉得好像变得没有那么的确切，那么的令你安心。然后你会觉得说，那是不是真的其他的工作换下一个工作会比较好？其实你自己内心开始，我觉得这一阵子吧，你可能会开始内心会慢慢的浮现那个不安的感觉。那
钱币随从它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计划，或者是一个确切的一个人生目标，但是它现在是倒着，代表说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状况，可是你就会觉得真的要继续这样子吗？那不好意思，进入人生可能假设你之后要进入下一个人生的阶段，例如说你可能假设啦之后要组织家庭，或是你要存钱要去留学或什么什么的，那或者是说你想要去领更好的配，那现在的你自己这样子真的是 OK 吗？其实你开始不安了，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你的不安，然后我觉得也会慢慢的让你会有那种不安的感觉出现在你心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宇宙的能量来了，老天爷提醒你，你该往更好的地方去，该提升自己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你有没有什么小人呢？好，没有就我觉得出现这张皇帝牌，它是倒着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小人，而且甚至我觉得就算有小人，他应该也不会赢你啦。就我觉得你应该是蛮聪明，而且能力又够，所以基本上应该没有任何人可以就是威胁到你，我会觉得，那就算他想要对你使什么手段，我觉得应该也不会称心如意。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建议。好，这最后的建议是魔杖4。那魔杖4它本身的意思哦，它有几层意思。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你自己心里面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对于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是不是有所不安？那我觉得你自己内心建构，或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愿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真的去逐梦，然后真的去有一个想象自己以后的一个理想愿景，然后朝着那个东西去实现。有些人可能是买房子，有些人可能是例如说真的存一笔钱，或是有些人可能例如说真的就是接下来要组织家庭了，或者是可能要生宝宝。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会带领你引领你成长，然后并且提升，无论是身心灵就是都会提升。你要有这个愿景，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单纯就是只是例如说可能也没有特别想什么人生大事的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我会觉得你自己可能想一下，你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憧憬的一个成功的景象，或者是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比较开心光荣而且比较你想要到达的一个位置。那如果有的话，请你也朝着这个方向前进。OK， 所以它可以代表一个成功，也可以代表就是一个家庭和乐，然后或者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愿景这样子。那建议你就是心里面有这个愿景，然后朝着这个愿景去前进，就是把这个目标想好，然后朝着它去执行，你就会没有问题了。那如果说你中间要转换跑道，在1到3个月之间，或甚至到半年，其实是可以的，而且会有好消息。所以我认为，无论你现在想不想去转换工作、转换跑道啦，但我会觉得，势必你一定要，怎么讲？就是你势必要先有个愿景，然后去规划你的人生，要不然我觉得你那个不安会越来越大。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就算你之后吧想要换工作，只要是1到3个月或6个月，这中间都是可以很顺利的，然后会遇到良好的一个人际关系，还有就是你可以做事更有动力，这样子。那很多人可能会看到这边想说，那薪水会不会变得更好？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在求职或是转换跑道，你有去提这件事情的话，跟新的东家有提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会带来好消息，但是你要主动提，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可能啦，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就是单身，或者是就是完全感情没有着落的，那我会觉得也有可能，有一点点可能，因为出现 lovers， 有一点可能就是你有可能在下一个转职，或者是可能调职、转换跑道、换工作之后，你会遇到你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OK， 好，那今天的第一组选择红色糖果的朋友，我们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黄色糖果的朋友，关于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人会来打扰你呢？或者宇宙有没有给你什么样子的建议？我们来看看哦。再出2张。OK， 我们来解牌咯。先来看一下你的现状。这2张牌是有关于你的现状。你现在的状态其实并没有很好诶，我觉得你可能，例如说可能压力很大，或者是你会觉得有一些事情可能会烦你、烦扰你，让你有点，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像睡不着，或者是你会觉得可能晚上回到家工作之后 off 的时候，你都还在想有关于工作的事情。那这个魔杖5倒着啊，它其实就是变成是说，我觉得就是可能争执不休，人与人之间的争执不休，或者是可能有关于就是可能职场上面一些人之间的吵架，或者是对立的情况，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从这边看，你现在工作的现状并没有很好。那综合其他的部分，我来看一下哦。我先讲小人好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小人的问题耶。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在工作上面有一些人事的问题，例如说可能跟上司或下属不听话、不做事，或是同侪不做事，然后或是嘴碎，
在背后就捅你一刀之类的。而且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明面上你应该就知道他是谁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只要有这个人在，或是有不知道不一定一个人哦，就是只要有这个状况存在，你就没有办法顺心如意，你就觉得没办法好好工作。然后你会很希望可以就是把这个事情给赶快处理掉，因为你看这个宝剑，有没有看到这个宝剑？这宝剑上面戳这个心，就是你的心，就是你本来是很想要做事，你本来是就是打算要很好大刀阔斧的去工作的，可是你的心就被戳在这边，所以你就觉得很不开心，然后没有办法大刀阔斧的去做事。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痛苦。那这个的由来，我觉得应该就是来自于小人，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就是小人。OK， 好，然后这边是有关于你工作的转机的问题哦。我觉得你真的其实有点很想要换工作，就是你很想要有个决断，就是下一个决定，就是这有几点可能要讲，就是你有可能想下决断，因为你觉得人事人际关系的部分，你觉得真的很烦很累，然后你很想要把这个，就是你很想要待在一个较为良好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就是人际关系较为良好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做得到。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你自己本身可能是上司，或者是有关于上司的，我觉得是上司的一个权威或刁难，也有可能会造成你就觉得就是不想要有点不想要继续待下去的一个感觉。我就是可能上面施压，然后让你觉得真的很疲累，身心疲累。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你的同事，你的同事有一些人可能是比较那种就讲话比较直，就独断独裁的一个人，然后好像就是大家就一定要听他的话，不听他的话不行那种。那我觉得那也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工作起来是不开心的。那这个牌面还会有个意思就是如果有个契机，因为这个位置是契机，就是让你之后提升自己、转换自己跑道，或是让你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一个契机的一个位置。那我觉得出现这样子的牌面，很有可能是如果有一种情况是有人邀约你一起去，例如说去创业，或是去例如说一起斜杠，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你是可以去的，那就是有人可能想要创造一些东西，想要做一些什么，开创一些新的什么东西，那找你一起去是可以的，是好的。那我觉得你如果接受到这个讯息，你可以稍微考虑，我觉得是不错的。但是仅限于斜杠就是斜杠或副业或兼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位置啊是有关于换工作、转职、转换跑道之类的，或者是调职。那现在出现了那个宝剑4，第一，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现在的状况不允许你离开现在的岗位。很多原因有可能是，例如说，金钱方面，你现在一时之间跑不掉。第二，就有可能，例如说，可能，我不知道，可能现在的 project 还没有完成之类的，就各种的原因。总之，你现在没有办法动，你动不了。就像这个中间这个老鹰有没有？这是猫头鹰吗？还是老鹰？反正就一只鸟嘛，就被戳在这边，它没有办法走，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现在真的要完全你的工作要异动，是不可以的，是不可能的。那就算你要动，我觉得你可能，例如说你要换工作干嘛的，我觉得一定会有重重的阻碍，不让你去不管是有形无形的
那但是如果是像我刚刚讲的一个情况，如果有人邀约你一起做一个斜杠兼职，那是可以的，可是要请小心诈骗哦。OK， 好。那再来就是呢，这边这个是建议牌哦。这个建议牌呢，我觉得你第一就是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第一你动弹不了，第二我真的觉得其实你已经很痛苦就是有关于人事的部分很痛苦。那我会觉得啦，第一，我觉得你可以找寻有关于像身心灵的导师去做一些疗愈，或者是可以多听一些哲学的东西啊，或者是找你自己疗愈你自己心灵的一些事情。例如说，有些人喜欢去听音乐，有些人喜欢，例如说可能都好，就是去弹个琴啊，去画个画呀，做个瑜伽都好。OK， 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会认为你可能可以跟一些前辈，因为这张 Lily 它本身就是有前辈的，就是可以向前辈请教的一个意思哦。那因为他是老者嘛，有智慧的老者，那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你看下面有2个人在那里吵架嘛，在聊天吵架。那我会觉得是说，你可以找比较，例如说经验丰富或年长的人就是吐个苦水，然后找他聊个天，那也许他会给你一些新的好的想法，或者可以帮你稍微解开跟这个人的一些矛盾或者是不快。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你还是要抱持着一个比较宽大的慈爱的虽然我觉得你已经快疯了我不知道，因为这是大众塔罗所以可能真的就是选到这个选项，可能有一部分有一些观众可能真的已经很痛苦万分所以对不起，我就觉得真的很辛苦啦。那我觉得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的话，那你就是要抱持这个比较宽大的心，因为虽然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我们还是要尽量以一个宽容宽大的心去面对这一切，好吗？好，那Lily 这个部分我们今天的 key card Lily 这个部分其实它本身也有就是可以多专注一下自己的兴趣所以跟我们刚刚讲就是疗愈你自己心灵身心灵的一些活动都是不错的，那也是可以让你的一些可能个人的能力提升啦，就除了它是一个解脱之外，舒压我们要讲解脱舒压的一个方式之外，也可以让你更 step up。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有时候啦，因为他是一个人嘛，所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会需要一个人的空间，就是一个人专注的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会帮助得到你好吗？好，那今天第2组的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绿色糖果的朋友，你的工作、你的事业目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状况？那会不会有小人妨碍你？有什么样子的转机？或者宇宙有没有给你什么样子的建议呢？我们来看看吧。好。
OK， 我们开始解牌吧。先说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很厉害，你们3个国王正位都出现了。那我会觉得基本上应该就是你是蛮有个人魅力，而且我觉得你蛮有能力，然后对自己又蛮严格的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你现在的一个现状，可以看得到吗 ？OK， 好。你的现状，我觉得你会是非常非常的绑手绑脚，就是你可能有很多很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你可能希望效率更好，可是你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但是呢，这边我必须要讲哦，就是基本上不是你有没有小人的问题，或是有没有就是有人害你啊，或什么，其实不是。而是你自己本身的能力是很好的，然后你自己本身又对自己严格，那工作效率你自己也很好，所以我要说的是，不是旁边人的错，我没有在开玩笑，可是真的是你比你太好了，就是你的可能工作效率，或是你可能对于推进一些事物的能力是比较高于别人的，那所以你会觉得旁边人在拉你的速度，那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依照你自己想要去做的速度，或者是效率或成果去执行，那你会觉得很闷，很闷。好，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是因为你看哦，这个位置是有关于小人，就是你有没有小人在害你哦？那这2张牌呢，其实旁边的人是有努力的想要去合作，有好好想要工作的，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出现这2张牌其实是没有小人的。那可是我会觉得，你自己本身是可能，例如说，可能对于计划是真的就是会按部就班的进行，或者是会比较确切的去盯进度的一个人。哦，那可能旁边人会有点跟不上你，或者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长久的做事这么的有规矩，然后又能够好好的每一步每一步都确切的去做。我一直都在称赞你耶。OK，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周遭的人的问题啦，就是他们也有努力，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在协助你，在跟你一起工作，但是他们有点跟不上你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会是这个样子。那契机是什么呢？这张是你的关于你就是例如说宇宙它给你一个能量，然后让你想要更往上一层，想要让你更 step up 的时候，它要给你什么样子一个警讯，什么样子一个 message。那这张反过好严重哦 ，sorry。就是呢，宝剑国王它本身的意思是说，就是当你会发现你有一些你自己想要做到的一个 level 没办法达成，或者是你很想要效率很好，然后尽量能够少掉一些 cost， 就少掉一些浪费，少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为什么旁边人没有办法跟上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很冗的事情，然后有那么多很杂的事情出现？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觉得 OK， 我是不是真的该走了吗？你就会开始这样想了。我们现在 key card 出现这张就是岔路，我觉得是你自己本身开始也有在想，是不是真的要找一个更能够发挥你能力，更能够跟得上你的速度跟你的效率的一个团队。我觉得你有在想，那
能不能够顺利哦？能不能顺利的去转职？能不能够顺利的，例如说真的就是调动到其他的部署啊，或什么之类的，就移动。我会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第一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职业的种类或性质可能是不变的。那第二就是呢，我会觉得你是可以找到更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下一个工作的环境可能更能够包容你，更能够配合你去做事。只是说，这边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建议在这个里面，就是无论你现在的部署，或是你之后要去的一个新的地方，无论你有没有这么想，我会觉得其实你还是必须在工作上尽量把自己的怎么讲视野放远一点，然后心能够更宽阔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多调节自己的可能工作的速度，或者是你自己，例如说可能对于工作品质的一个坚持或什么，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必须要做个调整，速度或者是品质还是要做个调整。这个 temperance 的一个意思就是我觉得你还是必须要去斟酌、去衡量，然后还是必须适度的去包容一些事情这是一定要的，这是必要的。那这三章，OK， 这三章，是有关于你的宇宙给你的建议，老天爷给你的建议哦。就我会觉得呢，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真的需要让你的现状有一些改变。好，这个塔就是代表，就是你必须要打破现在的一个现状，就是必须要先解构，先跳脱，先有个大的改变、巨变。那第二，我觉得会来好的消息。这张圣杯8它倒着，我觉得会来好消息。那这张魔杖6也是有关于胜利，会有好消息。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今天想要离职，你想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在1到3个月，或甚至到半年之间，其实我觉得你都可以移动了，你可以跳槽，会有好消息，会有好的事情发生，那也能够打破你现在的一个对于工作你一种无力感或僵局。只是一样哦，你必须要多放宽心，然后视野放远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还是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身心灵，或者是可能例如说还是要多进行沟通啦。就是各个部署之间，我觉得出现这个有可能就是你可能例如说沟通上面，可能在现在的这个位置或现在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我觉得你在沟通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就是例如说你可能跟别人讲 A、B、C， 他可能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听成了就是 XYZ 之类的，你就会觉得到底是怎么了？但是他明明也不是故意害你，也不是故意要让这个事情变得不好做事，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或者是会有一些阻碍这样子。那我会觉得你换到新的工作，你的身边的人事之间的一个交流，或者是一个沟通会变得更好。那再来就是会成功，就是如果你要移动到别的地方，是会成功的，是会有好消息的。而且我觉得你真的就是要打破你的现状哦。OK， 好，那现在的你大概就是在这个岔路吧。那我会觉得你可以不用担心，
你可以开始去找寻。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上面有一只？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我放很近，这里有没有？有一只小小的青鸟，就是其实老天爷会给你一个贵人，或是给你内心可能自己会知道一个方向，或者是你可能现在上网去找，你就会找到一个好的一个职位，好的工作，不一定，就是你会有一个幸运，有一个不知道是贵人在里面，那他会指引你前往一个好的地方，所以你不用太担心。那我会觉得你能力本身是够的啦，只是现在的团队或者现在的公司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冲的这么快，或者是可以让你全部的发挥你100%的能力，那有点可惜，的确是可惜的。那希望今天的导读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建议。OK， 那第3组的朋友，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4组，选择蓝色糖果的朋友，你的工作和事业最近的状况如何呢？有没有小人来妨碍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OK， 我们开始解牌吧。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你工作的一个现状哦。我会觉得你目前工作，你的事业状态其实是不错的。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该做的事情有做好，而且是做得蛮好的。那你该放松的一些地方，我觉得你有放松。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工作上面的就是薪水的部分，或是一些福利的部分，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还算是 OK 的，因为我们有出现钱币10。那而且我会觉得你在用一些小技巧，就是去 cover 一些可能你会觉得比较费力的一些工作，我觉得你其实 cover 的还不错，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转机？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宇宙它给你一个能量，然后让你提升自己，让你越来越好的一个 power。所以我们出现了宝剑国王，就代表是说，我觉得你会在接下来的1到3个月，甚至到半年这之间，你会对自己，或是对整个团队或 project， 或是整个公司，你会变得更重视一些规则，或更重视一些效率，然后也会更趋近于理性的去做事情或是思考。那我觉得这都是不错的。然后
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这个保健期嘛，就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你之前可能会用一些漂亮的小技巧给盖过去，但我觉得之后其实你自己会开始慢慢的真的去深入，或者是去把这些部分也把它做好，做得精准，我觉得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目前第一个到第4个选项之间，我觉得第4个选项就这一组的朋友目前工作的状态，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有没有小人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我个人会觉得你应该是蛮聪明的，或者是我觉得你可能本身就是可能管理阶层，或是真的就是老板，或者是例如说可能比较上位者。那基本上我会觉得你在处理很多事情上面其实还蛮面面俱到的。那有一些小地方，我觉得你其实我觉得你蛮会就是把一些人事物处理的服服帖帖，所以我觉得小人是没有的。OK，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还蛮能够跟你相处的蛮融洽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以目前的状态而言，那这个位置是有关于例如说可能转换跑道转职或者是调别的部署这件事情 O 不 OK， 或是能不能顺利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现状都已经很好了，所以是不需要的，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一旦变动，就是你跑到别的 team，或者是你跑到别的公司或别的领域去，反而比较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的成功，或者是能够施展你的手脚。那甚至有一些人事物，就有一些可能人事物变得没有那么能够顺利，能够好好的沟通，就人与人之间可能就变得没办法那么好好的沟通这样子。所以我会认为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不需要啦，不需要有任何的变动，你现在目前这样很好。那建议的牌我们出现了 Temperance 就是节制的牌哦。那节制的牌它本身我觉得会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是就是很多小地方你可以用小技巧处理得很好，然后重要的地方我觉得你也是很努力的去处理的一个人。所以我会觉得你可以的话，就第一要注意就是你自己的身心灵上面，你是不是有取得一个平衡。我们今天的 key card 也是幸运草，所以我觉得你要随时给自己一些小小的乐趣，或者是让自己能够有一段小的时间，小的属于自己的一段时间去疗愈自己，去让自己开心，或让自己放松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来讲还蛮重要的，因为毕竟要一直都面面俱到，然后要接下来你可能还会更加的努力在于快很准的工作OK， 那我觉得其实会对你而言其实身心灵还是会造成一些负担的。那随时保持自己的一个平衡，然后还有就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觉得你还是在可能你接下来可能会想要比较严格，或是比较注重规则，比较注重理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多思考怎么样子能够让沟通是能够顺畅的，是能够舒服的一个沟通，这样子。OK， 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那请继续保持。如果觉得压力太大，或者是有时候觉得真的很疲累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疗愈的时光，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看自己喜欢的书，听自己喜欢的音乐都还不错。OK， 那这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OK，我们来到最后一组，选择粉红色糖果第5组，也就是最后一组的朋友，你的事业、你的工作最近状态如何呢？有没有小人暗算你呢？那如果你想要转职，想要换工作，顺不顺利呢？还有宇宙有没有给你其他什么建议呢？我们来看看吧。OK， 我们开始解牌吧。那我要先说一下，我这一轮是有重新拍过的，因为中间有出现一些状况，那我重新再拍过这样子，不好意思哦。那这边有这张牌哦，就是我们小人的这个部分，这张牌我是在上一轮我在讲解的时候就已经抽出来的，那我就不再重新抽牌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已经很完整了，那我再重新讲解一次，那请大家多包涵。我先讲一下你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应该是，我觉得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我会觉得你现在是一个工作上比较没有野心、没有欲望的一个状态。然后，甚至我觉得有可能你最近才刚离职，就是或者是你最近可能已经觉得你的整个工作的一个动力降到了谷底，然后最近才要开始重整的一个感觉哦，就是可能废到一定的程度了，然后你现在开始往上爬的一个感觉了。那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我觉得你目前的一个工作或事业的一个状态，我会认为并不是那么的稳定或那么的好的。但是我觉得你之前应该有切断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跟这个小人有关。OK， 我们现在看一下哦，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转机哦？小人我们等一下再讲。就是呢，我觉得接下来的1到3个月，甚至到半年之间，如果你有感觉到你真的生活上面的一个收支平衡出现了问题，然后对于你现在的一个就是金钱面生活的一个品质上面，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了，你觉得这样子不行了，那我觉得就是宇宙给你一个力量，告诉你你该要脱离你现在的状态，你该要往上提升你自己了，或是你该前往下一个阶段了。
所以我在想，如果你现在可能刚离职的话，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想要休息，但是如果你有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或情绪的话，那就代表你该动了，该往前走了。而且我觉得半年之内你应该会有这个状态出现，而且我觉得钱币国王倒着会是真的是金钱面或生活品质面蛮窘困的一个状态。那甚至我觉得有时候你会因此而让自己不开心。虽然你可能刚脱离一个很不好的工作，或是可能脱离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但是毕竟人还是要吃饭嘛，所以你还是会觉得不能够再继续这样下去，或是你现在还是有工作，但是你现在没有很热爱、很喜欢、很努力你的工作的话，你就会觉得不行，我觉得我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如果你要换工作，你要离职、改跑道，或者甚至同一个公司里面不同的部门就是调职或什么的，都是可以的。魔杖骑士就代表是一个行动力，一个热情，所以我会觉得你就去做，你就开始找新的工作，或者是我觉得你就开始，例如说可以申请到其他的部门做个异动或什么的，都很好。那如果要开始找新的工作，也非常的推荐，就是非常的推。那我们这次的 key card 刚好跟这一张魔杖骑士有呼应，就是这张渡鸟它本身是也有就是职位异动，或者是可能调职，或者是换工作的一个意思，因为渡鸟它是会移动的嘛，所以它从一个旧的地方到一个新的地方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你接下来是真的该换一个工作环境了。好，那有没有小人这个我们刚有多抽这张牌，这张牌是怎么样对付那个人这样子。我们现在讲你是有小人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可能还蛮正大光明的呛你，或是蛮正大光明的整你。然后而且他甚至是那种就是还会在你的背后就是批判你啊，讲你坏话，就是嘴碎的那一种。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这个人或这几个人因为小人不一定只有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惹得你很不开心，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所以是有的所以那我觉得他既然是这么的光明正大，可能你应该都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啦。OK， 好，那该怎么面对这个人呢？如果你接下来还是必须要跟他相处，或者是他不厌其烦的还在烦你的话，那我觉得你尽量不要在他面前表现出好的一面，或者是聪明的一面，或者是幸福美满的一面。就是你在他面前只能够让他感觉就是你很惨，很可怜，很什么都不会这样子那他就比较不会来去刺伤你或害你，或者是就是羡慕嫉妒恨这样子因为他就是看你好，他不爽，就是这样而已。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能量，它提醒你，建议你该怎么去更提升自己，或是让自己更好。我会觉得你要多释放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你的原本的个性，或是你原本的想法，可以多说出来。那我觉得你不要太 hold 住自己了，我觉得你就是尽量让自己更放松的，更不要那么的就是想这么多。那沟通上面我也觉得你不要太小心翼翼就是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要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我觉得出现这张牌也还有可能就是你可能接下来找下一个工作，你可能会想说那我要休息一下，或者是我可能不要那么快的想要去动，
但是我会觉得这张牌其实就是代表说，我觉得你要尽量让自己就该冲的时候就赶快去冲了，就不要想这么多，不要 hold 住自己那么多，那尽量把自己的本色、你自己的个性展现出来。我觉得你的优点、你的能力，这样大家才会知道。那有时候你可能把自己保护得太好，或是把自己的一些言行举止弄得太保守了，这样反而会失去人家认识你的一个机会哦，这样是很可惜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尽量放松，然后把自我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些色彩给呈现出来是比较好的。OK， 好，那今天第5组最后一组选择粉红色糖果的朋友，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那今天的导读全部都结束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六花 Loca。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分享、订阅，或者是在留言区留言给我哟。OK，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